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石原新菜副院长所著的《免疫力全解析：医生教你如何将免疫力提升到极致》这本书。免疫力是非常重要的，提升免疫力，简单来说，就是提高健康水平，就是升级你的身体状态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努力增强免疫力。本书中汇集了许多提高免疫力的诀窍，比如在家里马上就能实行的增强免疫力的最强方法，增强免疫力的最强泡澡法，提升免疫力的最强零食，增强免疫力的最佳饮食方式等等。这些知识和实用技巧都能从今天开始轻松实践，并且确实能帮助你不断增强免疫力。通过掌握这些简单又优秀的习惯，保持免疫力强健的健康状态，我们就能一起打造一个不生病的身体。如果我们能够提升免疫力，就不仅能预防感冒、流感等传染病，从长远来看，还能预防糖尿病、高血压、癌症等生活习惯病。然而，作者也指出，当今社会中，很多人却没有做到提升免疫力所需要的生活方式，比如总是三餐吃到很饱，睡眠不足，因为居家生活或久坐办公，几乎不运动。如果长期过着这样的生活，免疫力自然会不断下降，迟早会导致疾病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什么是免疫力；第二，增强免疫力的最佳饮食方法；第三，可以立刻实行的最强增强免疫力的方法。这些内容都非常实用，请大家一定要坚持看到最后。首先是第一部分开始，什么是免疫力？要想增强免疫力，首先必须理解免疫力究竟是什么。这里我会尽量用简单的方式来说明。其实，虽然我们看不见，但在我们周围存在着无数病毒和病菌。每当我们呼吸时，也会吸入这些异物，但我们通常依然能够保持健康。原因就在于我们的身体拥有一个叫做免疫的系统。简单来说，免疫就是保护我们免受病毒等外敌侵袭的防御系统。正是因为这个防御系统在正常运作，才使得我们不容易生病，可以健康生活。免疫这个防御系统由自然免疫和获得性免疫2个阶段组成。第一阶段是自然免疫。自然免疫的第一道防线是皮肤，它能在物理上阻止外敌入侵，还有带有杀菌作用，能清除异物的粘液。但有些顽固的外敌会突破皮肤和粘液，侵入体内。这个时候，白细胞就会开始行动，消灭病原体。皮肤、粘液、白细胞3者共同发挥作用，这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免疫系统，称为自然免疫。第二阶段是获得性免疫。如果自然免疫的防线被突破，免疫细胞就会制造抗体来消灭病原体，这就是获得性免疫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免疫系统由自然免疫和获得性免疫2个层次构成。在整个免疫系统中，发挥核心作用的就是大家熟知的白血球。前面提到，如果外敌突破了皮肤和黏膜，白血球会在体内消灭这些入侵的敌人。如果在这里无法阻止敌人，身体就会逐渐被疾病侵蚀。因此，白血球所发挥的免疫功能可谓是免疫的最后防线，也是免疫系统中最重要的核心部分。我们身体里原本就具备了这样优秀的免疫系统，但如果压力过大，随着年龄增长，或者长期过着不规律的生活，这个系统有时就无法正常发挥作用，这就是所谓的免疫力下降。免疫力一旦降低，抵御外来入侵者的能力就会减弱，于是我们就更容易患上感冒等各种疾病。而且，当体内的感冒病毒等增加时，身体清除它们的能力也会下降，结果就是病很难痊愈。更糟糕的是，免疫力下降不仅会导致容易感染感冒等传染病，还会增加患上糖尿病、高血压、癌症等生活习惯病，甚至阿尔茨海默症等各种疾病的风险。换句话说，免疫力降低时，身体抵御外敌的能力减弱，就会变得容易患上各种疾病。白血球就像我们身体里的保安人员一样，
时刻在体内巡逻，检查有没有入侵的敌人。所以，当免疫力下降时，就好比你体内的保安在偷懒，在我们周围有大量细菌和病毒正伺机而动，想要侵入体内作恶。正因如此，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，把免疫力保持在较高的水平是极其重要的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增强免疫力的最佳饮食方法。我将为大家介绍4个关键点：1、尽量不要吃冷的东西；2、充分利用生姜；3、吃能够提高免疫力的最强零食；4、控制糖分摄取。下面我们就从第一个方法开始，尽量不要吃冷的东西。大家是否知道，免疫力和体温之间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？如果身体受凉，免疫力就会下降。例如，研究表明，体温只要下降1摄氏度，免疫力就会降低大约30%。此外，体温下降1摄氏度还会导致基础代谢降低约12%，甚至让癌细胞更容易繁殖。这些都是对身体非常不利的情况。所以，我们必须避免身体受凉。除了生活习惯上要注意，比如不要过度使用空调，不要穿得太单薄之外，更重要的是不要吃冷的东西，特别是在夏天。很多人习惯喝冰镇饮料，但这些冷饮会让身体迅速降温，从而导致免疫力下降。因此，大家一定要小心冰镇饮料和带冰块的饮品。比如，当你在餐厅里被端上一杯加了冰块的水时，如果不得不喝，可以先在口中稍微煨一下，再吞下去。除此之外，像冰淇淋这类冰冷食物，也尽量要避免。另外，冷饮对自律神经的影响也非常不好。总之，请大家记住，身体受凉会导致免疫力下降，所以千万不要让身体变冷。那么，接下来我们进入第2个饮食方法，充分利用生姜。刚才我们提到，身体受凉会导致免疫力下降。那么反过来说，有一种能够温暖身体、最强力提高免疫力的食材，那就是生姜。生姜自古以来在东西方都被当作药材使用，实际上70%以上的中药方剂里都有生姜，这说明生姜中含有大量对身体有益的成分。在生姜带来的各种健康效果中，最为突出的就是它能够提升体温，从而大幅增强免疫力。比如说，生姜中所含的辛辣成分姜辣素，能够扩张末梢血管，改善血液循环。而当血流变好时，基础代谢就会上升，体温也会随之提高。更有研究表明，姜辣素在降低感染风险方面也有显著效果。换句话说，生姜可能有助于抵抗有害的细菌和病毒。此外，姜辣素还具有强大的抗炎作用和抗氧化作用。炎症正是许多疾病的根源之一，所以通过摄取生姜来减轻炎症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。而姜辣素带来的抗氧化效果，也能帮助减少由自由基这种有害物质引起的氧化压力。像这样能为我们带来各种健康益处的生姜，其实要在日常饮食中定期摄取，可能并不容易。这里推荐一种高效摄取生姜的方法，那就是热姜红茶。做法非常简单，先泡一杯热红茶，再加入1到2小勺新鲜磨碎的生姜或姜汁即可完成。之后，可以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黑糖、蜂蜜或低聚糖来调味，最好是使用现磨的新鲜生姜，但如果嫌麻烦，也可以用市售的生姜泥来代替。虽然效果稍微逊色一些，但如果这样能让你坚持每天喝姜红茶，那也是非常值得的。喝过一次，你就能立刻感受到身体从内部逐渐变暖的感觉。特别推荐的饮用时机有3个：早餐前后、午餐或晚餐前、泡澡前。提前把姜红茶泡好，放在保温壶里，随时就能喝，也是很方便的做法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第3个饮食方法，吃能提升免疫力的零食。接下来我将为大家介绍5种最适合作为零食的小食，它们不仅能随时补充能量，还能显著增强免疫力，特别适合在工作或学习间隙想要休息片刻，
或者感觉压力较大的时候食用。希望大家能把平时吃的甜食、对健康有害的垃圾食品替换成这些健康零食。下面就来揭晓增强免疫力的最强零食 TOP 5：无盐混合坚果、酸奶、黑巧克力、乳酸菌饮料、蔬菜薯片。这些零食看起来都很健康，而且都有助于提升免疫力。下面我们来简单逐一说明。第一位，无盐混合坚果。免疫力最强零食的冠军是无盐混合坚果。坚果中含有的不饱和脂肪酸能够降低坏胆固醇，并有助于预防生活习惯病。此外，坚果富含膳食纤维、蛋白质、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因此可以增强免疫力。所以当小肚子饿的时候，不妨抓一把坚果来吃。另外，在办公桌上常备一些坚果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第二位，酸奶。我们的肠道环境对免疫力有很大影响，甚至可以说肠道菌群等于免疫力，因为体内约 70% 的免疫细胞存在于肠道黏膜中，所以约 70% 的免疫力是在肠道中产生的。因此，如果想提升免疫力，就必须保持良好的肠道环境。酸奶和乳酸菌饮料都是调节肠道环境的代表食品，将它们作为零食食用，既能填饱小肚子，又能改善肠道环境。第三位，黑巧克力。黑巧克力因健康功效而闻名，其中含有丰富的多酚，多酚具有抗氧化作用，可以延缓细胞老化。此外，黑巧克力还能提升免疫力，带来多种健康益处。作为零食在小腹饿时食用，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第四位，乳酸菌饮料。乳酸菌饮料同样能够调节肠道环境，只要肠道环境良好，免疫力自然会提升。因此，乳酸菌饮料也是非常棒的零食选择。第五位，蔬菜薯片。蔬菜薯片可以轻松补充平时摄入不足的蔬菜，同时还能提升免疫力。当然，吃多了也不行，最好仅作为填饱小肚子的零食适量食用。无论什么食物，过量都不可取，这一点请大家记住。第四个增强免疫力的最强饮食方法，控制糖分摄入。很多人一听到高糖食物，可能会想吃了容易发胖，但是你知道吗？高糖食物其实对免疫力也有负面影响。食用高糖食物后，血糖会迅速上升，而高血糖状态会削弱我们的自然免疫系统，使身体更容易感染疾病。研究表明，摄入糖分较高的甜食等会增加炎症性蛋白质的分泌，对免疫功能产生不良影响。此外，高血糖还会破坏肠道屏障功能，导致肠道菌群失衡，进而改变免疫力，使身体更易感染疾病。长期摄入高糖食物，还可能诱发糖尿病等生活习惯病，同时导致免疫功能下降。综上所述，如果想要提升免疫力，就必须控制糖分摄入。例如，在定时餐厅用餐时，不妨选择烤鱼定时，而非面条或盖浇饭。如果可能，烤鱼定时的米饭量少一些更好。即便是同样的碳水化合物，通过小技巧也能减少糖分摄入。例如，将平时食用的白米换成杂粮米，每100克可以减少约 1.4 克糖分。接下来是第三部分，可以立刻实行的最强增强免疫力的方法。这一部分内容比前面更加实用，不是饮食方面，而是立刻可以实行、效果显著的增强免疫力的方法。首先列出这几个方法，立刻可执行的最强增强免疫力的方法。放松休息，悠闲地度过时间，保持适度的空腹状态，一定要泡澡。下面我们逐一简单说明。方法一，放松休息，悠闲地度过时间。听到这个方法，有些朋友可能会想，我一旦不忙就会感到不安，我的日程必须排得满满的。但作者指出，在私生活中，反而是无用的、闲散的时间才最重要。如果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，身体就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，这样疲劳会累积，免疫力也会不断下降。所以，努力工作固然重要，但适当休息也是维持高效和健康所必须的。
悠闲的休息，并不是浪费时间，而是身体绝对需要的时间。如果条件允许，不妨给自己安排一天完全放松、尽情懒散的时间。如果你觉得自己天性不喜欢完全放松，也可以通过爱好或旅行来放松身心。在旅行中，欣赏美景、静静发呆的时间，也能达到充分的身心修复效果。作者希望大家摒弃休息就是浪费时间的观念。不过，需要注意的是，即便是放松，也不要整天一动不动地坐着不动，因为长期保持坐姿，会导致下半身血流停滞，进一步影响全身血液循环，降低肌肉代谢。长期久坐还可能增加心肌梗塞、脑血管疾病、糖尿病等风险。此外，有研究表明，长期久坐会增加死亡风险，因此，每隔30分钟到1小时，就应该起来活动一下，比如走动、去厕所、做一些轻度拉伸等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保持良好姿势对免疫力也有帮助。挺直背部、姿势良好的人，不仅给第一印象带来正面影响，研究还发现，正确的背部姿势可以提高免疫力，并有助于保持年轻状态。因此，请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也注意保持良好姿势。方法2，保持适度空腹状态。很多健康或减肥书籍都写着每天要吃3餐，但是有些人即使不饿，也会因为到了午餐或晚餐时间，就机械性的进食。实际上，不饿时进食并不是对身体有益的行为，原因在于免疫细胞、白血球在饱腹状态下无法充分发挥作用。相反，白血球在空腹时会更活跃，白血球会吞噬和攻击进入体内的异物，但在饱腹、血糖升高的情况下，其能力会下降到正常水平的1半左右，结果免疫力也会随之下降。因此，与其按固定时间进食，不如根据饥饿感进食。要仔细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。动物不饿时不会进食，生病时会静静不动，不吃东西，这是因为空腹会激发自然防御力，提高免疫力，加快疾病恢复。所以，当你不饿时，请不要机械性进食，空腹状态下反而有助于免疫力提升，使恢复更快。方法3，一定要泡澡。最后是备受强调的健康习惯，泡澡。你是会好好泡澡的人，还是只用淋浴就算了呢？你还记得第2部分提到的身体受凉会降低免疫力吗？相反，要提升免疫力，保持身体温暖非常重要。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用40度左右的热水泡澡10分钟。实际上，日本每天泡澡的人占约1半，也就是说，每2个人中就有1人没有泡澡的习惯，无法享受到泡澡带来的疲劳恢复、改善血液循环、提升免疫力等好处，这实在非常可惜。泡澡时，全身进入热水可以放松紧绷的肌肉，水压和血管扩张效应还能改善血液循环滞留问题。即使在炎热的夏天，也不要放弃泡澡习惯。为了进一步增强泡澡效果，可以使用含二氧化碳的入浴剂，吸收进入血液的二氧化碳会扩张血管，促进血液循环，使泡澡效果更佳。最后需要注意的是，长时间用热水泡澡是有害的。医学上认为，温度超过42度且持续超过5分钟的热水浴对身体不好。最理想的是40度左右的水泡澡约10分钟。总的来说，免疫力不仅关乎我们抵御感冒和传染病的能力，还直接影响着我们身体的整体健康状态。通过掌握书中介绍的饮食方法、生活习惯和简单易行的日常技巧，我们完全可以从今天起开始提升免疫力，让身体更加健康，充满活力。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知识和方法应用到生活中，养成良好的习惯，守护自己的健康。健康的身体就是最宝贵的财富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
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